好了，5个绝对不要买今年 iPhone 15的理由。整体看起来呢，还是挤牙膏的感觉太重。你不能单单就把一个 USB-C 变成一个最大亮点功能，然后这样就交差算了。真的给我放进 USB 2.0。我不懂为什么1199美金这个价格怎么算到台币变成44900元？它照片成像让我蛮担心的。过度去处理人脸还有肤色，已经不是什么还原现实的问题，是你把人家拍丑了。苹果应该不会那么狠，不会到了今年还没有可以对焦的超广角镜头吧？不去做一些真正实质上的硬体升级，搞一堆这种软体的方式来刻意切割他们产品的世代，我真是低估他们挤牙膏的能力。5个绝对不要买今年 iPhone 15的理由，应该有，想到蛮多了。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看完上一支这个必买的理由啊，你还跑来看这一支的话，那可能心中真的还蛮犹豫的。那真的想买的就不要看这支劝退的影片啦。但是我们就是要平衡嘛，任何东西它有优点有缺点。那以苹果今年来推出产品的方式，它绝对不会所有配备给你给好给满。那像上一支的影片最后我有讲到，我觉得还是有蛮多不足的地方。那像这次的发表会整个节奏，我也觉得非常的诡异。他们感觉有刻意减少 iPhone 的篇幅。我们看他事后在上的一些 iPhone 相关的影片，以前这一些不管是有联名明星啊，或者有名人去拍摄这些片段，以前应该是会放在发表会里面去强调这只手机，有点去 upsell 的这种感觉。但今年整个走有点好像轻轻带过的路线吼，那当然可能规格没有什么太大的提升，也没有很多东西好吹啊。但是苹果突然那么低调，让我有点不太习惯。OK， 好，那第一个理由就是 USB-C 啊。那我不是说换成 USB-C 是不买的理由啊 ，USB-C 很棒哦，终于等到了。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我觉得发表会里面你把我们现在这些所有的装置都可以共用一条充电线，当成一个很大的卖点。我觉得我们已经问了好多年，这不是本来就应该有？就你们有那么多充电线不统一，然后还要搞到欧盟硬要用这个法规才逼迫你们做这件事情。然后是为什么要刻意分成有的装置用 Lightning， 有的用 USB-C， 然后你有 MagSafe for iPhone， 你有 MagSafe for Mac， 然后还有 MagSafe for Apple Watch， 搞那么多独规的充电孔跟线，到底是为什么？然后像我们终于等到千等万等等到这个 iPhone 15全线换成 USB-C， 结果你在15数字系列里面真的给我放进 USB 2.0， 那现在就是有点开玩笑说啊他们会这样放，可是毕竟还是真的果粉啊，心中有点期待说，苹果会不会今年没有那么狠，今年会有点改过自新这种感觉。但是我后来还是有点不太放弃，因为他们发表会里面没有讲，到处去找规格里面就真的讲这次15数字系列就是只有 USB 2.0 的传输速度，然后又很好笑，你在同一个发表会里面，在15 Pro 的地方讲你们用 3.0， 然后说这 3.0 的速度比 2.0 快了20倍，那你知道为什么不全部都放啊？还要切割成一个 Pro 专属的功能卖给我们？那我知道不一定很多人会用有线传输，可是我觉得在2023年你已经晚超久，还是硬把它卡在 USB 2.0， 一只手机可以做卫星的通讯、卫星的急救、5G， 还有超宽频的传输，但配上这种有线传输的速度，那加上这次他们在15数字系列也让你拍这个2400万画素啊、4800万画素的照片，那你知道一个旅游4800万的画素照片档案很大那你拍一堆，你到时候传出来 AirDrop 一定会不稳定啊。那你有线传输又给人家这个 2.0 的速度，我不懂为什么不就干脆一点，等那么多年一次就把它好，那下一个呢，真的是影片赞助商为欧洲知名 iPhone 保护配件品牌 Panzerglass。好啦，终于有机会在这边介绍 Panzerglass 的产品给大家。这一次不论是整个手机壳啊、保护贴，还有镜头保护贴，都有它的亮点功能在里面。那重点是呢，我们频道的观众还可以独家享有这个大礼包的优惠价。那首先我们要先来讲这一次 Panzerglass 的手机壳，它们里面加入了超强的第3O 技术，就是一般你可能在很多高端的贴身防护啊、安全罩啊、防摔衣里面所搭配的材质。那来实际展现这个材质的功效呢，它有给我们一个体验包让大家来看看。那首先呢，我们先用钢球的测试大家可以看到同样的材质，它的冲击力是可以被完全吸收的。那再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材质放在保护贴上面，然后直接用铁锤去进行敲击，让大家看到它惊人的吸震能力，是不是非常夸张？那你可以想象，如果这样的材质用在你的手机壳上面，它的保护性会有多好？所以很自然的，这个手机壳呢可以达到超过3倍军规防摔的等级。那他们这个手机壳呢也是做全透明的设计，在侧边的话还有一个指滑的地方，让你的握感更好。另外重点可以看到它镜头框的另一边它这边有做加高，那这加高的地方呢就可以让它跟镜头框加高呈现平行的状态，那这就让你手机摆在桌面上的时候不会有跷跷板效应。那当然呢，身为欧洲第一的保护贴品牌，他们在保护贴的品质上面也是不马虎。如果你是要高透光的款式啊，或者是防窥的款式，那甚至是抗蓝光再加上防眩光，结合在同一张保护贴的上面选择也有。那这次我们大礼包所搭配的版本就是像最热门的抗蓝光还有防
防眩光的版本。那高硬度的玻璃呢，可以有效降低损伤刮痕，还有顶级的4层工艺技术，抗指纹、强化玻璃、防破坏安全层，还有抗刮痕的细胶层。那表面的涂层技术呢，还经过10000次钢丝刷擦的抗磨损测试。那当然，平常使用上最重要就是它护眼、抗蓝光还有防眩光的功能，等于你一个保护贴2个护眼功能都在里面。那最后呢，大礼包里面也一起附赠高透钢化的镜头保护贴。那这是 iPhone 15升级，当然其中一个很大的重点就在它的相机，那当然是要把这个镜头保护好。Pencil Glass 的镜头保护贴呢，里面也有附上贴膜神器，让你非常方便的可以直接对准镜头的孔位，那自己在家贴也没有问题。这次这个大礼包的优惠价格呢，是我们独家拥有，那也一定要用我们专属链接才看得到，不然如果你每一样要分开买的话，它的价格会将近3000块钱。那原本大礼包的优惠是1980啊，但是我们观众独享的这个链接呢，可以另外再折100变成1880，所以大家记得使用我们下方提供的链接来购买咯。好，那第二个就是 S6 的处理器。好啦，因为账面上这个规格看起来整体啊，我觉得 iPhone 15跟15 Plus 理论上应该是会蛮推荐的一只手机，但是除了几点让我有点担心呢，首先就是它的 A16。那我去年已经被雷了1年了，说真的，到底是因为 A16 本身的良率有问题，还是 iPhone 14 Pro 系列里面的电池良率有问题？可是，在很多人针对这个处理器的测试上面都有看到 A16 在很多地方的表现，它平均值其实还不一定像 A15 这么稳定。那我们现在看到数字系列又放上这个去年我很不推的这个 A16 处理器，就让我有一点担心。那我们还有太多未知数啊，像是这次数字系列有没有沿用上次比较好的散热设计？那如果没有再配上 A16 的话，我就直接不推。那如果有的话，我们也不知道说，真的这样好的散热设计配上 A16，是不是代表它就能改善它的问题？那总之呢，这就是一颗我不太推荐使用的处理器啦。那苹果这一定知道啦，过去这一整年，因为我们其实也有观众私讯我们说，他们就在苹果上班，说他们知道说，Pro 系列有蛮多问题的，但你还是沿用这个处理器，那不管是你成本的控管，还是你要用完你 A16 的库存，那你让今年的这个全新推出的新机款又在用上这款处理器，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害怕。好了，第3点就是我觉得真的太贵了。那我知道以美金来说啦，真的有涨价的只有15 Pro Max 这个机种啊，涨了$100，但同时它的储存容量也到了256GB。那所以你可以硬说它没有涨价，但是偏偏我们身在台湾嘛，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苹果每次算出来的汇率都这么诡异哦。如果今天就是单纯我们台币贬值，然后他们照这个汇率，然后加点税去算的话，那我认了，反正这个就是我们台币的问题嘛，你相对调涨合理。但是我不懂为什么$1199这个价格怎么算到台币变成44900元？那以前我在讲这个的时候啊，有观众问我说，怎么会这样？我都会很平淡的讲说啊，这个就是苹果算汇率的方式啊，就会再加很多钱。但我现在想回来，不对啊，我们不应该合理化这个事情吧？因为我就算算到10% 的税，也不过42000块，你到底多这个3000块，我这样算起来大概到17-18% 的税哦，到底为什么加到这么重？因为这个真的很夸张，台湾人均收入真的也差美国蛮多的。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说美金的价格没有涨价，就算台币汇率的这个汇差，然后换回来，他们又再另外加了这个，我知道可能苹果税在上面去，哇，今年你不管买哪个系列，这个涨价都会让你有感觉的痛。那第4个理由呢，就是它照片成像让我蛮担心的。那大家记得在14系列上面，大家可以也上网搜一下，很多人在抱怨哦，就是他们在拍照，那尤其在拍人上面啊，它的发射还有它过度锐利化的这个问题，其实是蛮严重的。那变成很多人本来很喜欢用 iPhone 来拍人，现在其实都有点不太喜欢用 iPhone 了。其实也不要说别人啦，以我自己来说，我去旅游，说真的，我也不想拿 iPhone 出来拍人，然后可能就拿我的三星啊，拿我的 Pixel， 因为你用 iPhone 拍那个脸上的锐利的那些颗粒跟这些锐化感，这个已经不是什么还原现实的问题，是你把人家拍丑了。像推出新的一代，理应会改善吧？那目前在他们发表会上面所呈现出来的照片，看起来呢，大家记得哦，他们发表会上面会给大家看到的照片一定是万中选一，我们还是看到一样的问题。那其实，在发表会直播的时候，就很多观众已经先点出来说，这次他们照片怎么看起来还是这个过度锐化的感觉，那肤色看起来还是不太自然。那我听到他们那样讲之后，我才回去细看他发表会里面的细节，他所呈现出来的照片，那我觉得，哇，这好像不妙哎。那你说，如果是 iPhone 15沿用 A16， 那可是它用的镜头组件也跟14 Pro 不一样啊。那你就算在15 Pro 上面，它真的是使用14 Pro 沿用它的主镜头的话，那你也是用一颗新的 A17 Pro 的处理器，那理论上影像处理、角色这些也会再做调整。那目前看起来还是没有，所以只能说，或许这个方向就是苹果现在偏好的色彩科学。那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不是还原真实的问题，这是过度去处理人脸还有肤色，而且还没有处理好。那如果我要买到一台5万块的
手机，然后想出门拍照的时候，我还要另外拿我的三星跟 Pixel 来拍照的话，你不觉得这好像蛮不合理的？那虽然如果你真的很爱拍照的人，或是喜欢拍另一半，或者是你买来就是想要拍你的家庭，那你可以先去看看这个十字上面的这些风格啊。如果这个风格不是你喜欢的，那我建议就先观望一下，就等我们到时候自己买来的机型，我们会把它测好测满。你也不要心存侥幸说好像苹果事后会再做优化调整。一直以来他们照片成像的问题出厂的时候有什么劣势，有什么问题，几乎都是买来就定了。在几年后他们也不会再做任何的改变，所以真的等我们先测试看看，到底它照片拍出来的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好，那第5点说真的有蛮多，可不可以我们把它综合一下啦？我觉得整体起来，我觉得说今年更新的好像有点小诚意，可是整体看起来呢，还是挤牙膏的感觉太重。那这边太多，我就这边一起讲啦。那第一项是 4K120这个是 Sony 已经有推出很久的功能，那甚至在他们最近刚推出的中阶机种，它价格是接近 iPhone 15的都可以直接在他们相机原生的 App 里面去拍摄 4K120。那这个功能超级方便，我上去日本的时候，很多不管是旅游、旅拍、侧拍或者是片花，我都是用那支 Xperia One 5来拍的。那事后你不管是要把它放慢速，或是用正常速度播放，那或是拍一些小孩的珍贵回忆，我觉得这种影片的格式都非常的好用。理论上来讲 ，iPhone 处理器也绝对可以支援这一点。然后你不做这个，然后去做一个 4K 60 frame 的 ProRes 规格，档案量大到，那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有多少用 iPhone 的人真的需要那样档案的格式，因为你真的要拍摄到那样档案格式的话，你第一储存容量根本不够，你一定要买到最顶规的 iPhone。那他们这次说 Pro 系列可以外接硬碟，那我就想，如果你要架一个 rig， 然后用 iPhone 外接硬碟去拍摄的话，做这种工作的你会用 iPhone 来拍摄吗？那再来呢，就是15的超广角。那我这边讲个15跟15 Plus， 那这部分我本来还抱一点点希望，但是看到那个规格表之后，心里就凉了一半。不是期待今年啊，说苹果应该不会那么狠，不会到了今年还没有可以对焦的超广角镜头吧？但是他们发表会上面针对15跟15 Plus 完全没有提到微距摄影。那规格表上面看起来呢，好像也不是一颗新相机，那就是跟13一样的那一颗。我真是低估他们挤牙膏的能力，除非他后来就打脸我们到时候上手发现它可以对焦，那我也会在我影片事后澄清。但是我觉得以现在的证据看来，它几率是非常小。那虽然说这次它主镜头可以做2倍的裁切，那大致上可以解决扫 QR code 啊、扫文件的问题。好了，那排除这个之后，现在以这个 iPhone 价格的中阶手机这个价格可能是接近其他厂牌的高阶手机了。有一个可以对焦的超广角镜头，一个在市场上已经有好多年的这个组件产品，真的有那么难吗？真的要同样一个组件从 iPhone 13用到现在？那再下一点，他们在发表会上面吹很多的这个拍照功能。那说真的啦，都只是软体上面的功能而已。那就像是一个 App， 不同的 App 更新有不同功能在上面一样，这些完全都是软体可以支援，像是它不同焦段资源的切换啊，或者是像这个自动人像模式事后可以去调整你焦距的这些功能呢，是完全可以下放到14系列，甚至13系列上面都做得到。那他们不去做一些真正实质上的硬体升级来划分它的世代，而是搞一堆这种软体的方式来刻意切割他们产品的世代，那让前一年才花大钱买到的消费者手上握着这个效能过剩处理器的手机，那明明可以支援这些所有功能，但你就是不下放给他。那实在是你说真的，每次如果有相机厂，也不止相机厂，任何其他的产业如果做这种事情，一定被骂爆。但苹果每天都在做，好像大家都没什么反应。那其实这我去年也有讲过，像 4K 电影级模式，就是明明就是可以下放到它的13系列上面，但是就喜欢硬去用软体去做切割。那我个人就很不喜欢这样。说真的讲环保，这也不环保啊！真的环保就是让手上握一堆效能过剩手机的人，可以用软体更新去使用到这些新功能，然后减少他们换机的欲望。这样比起来不是真的超级环保吗？那整体来说，我还是要讲，我对这次 iPhone 15更新没有到不满意，有些小地方还是有点诚意，但是加加减减，整体就让我感觉升级的幅度不足。那尤其你又碰上这个 Pro 的大改款，你不能单单就把一个 USB-C 变成一个最大亮点功能，然后这样就交差算了。那我又要被汉卓粉去酸说，你看苹果果然就这样做吧，我就猜到了，他们不会升级什么，就光一个 USB-C 就够他们吹了。那每年都要被这样笑一次啊！哎呀，还好啦。好，那以上就有几个我觉得对这一次的升级比较不推比较劝退的一些地方。那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你们听完之后有什么想分享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大家可以一起讨论。那喜欢这类影片的话，也记得订阅频道。那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见，拜。